好吃嘞！哎呦吼，我吃什么啊？哎，就这个是谁的？好吧。今年是我们相爱的第10年。哦，看我了啊！来吧！每一年我们都会拍所谓的结婚照，或者是纪念照。我以前不太注重这种形式感的，但是他是非常注重形式感。走你！我是被他带沟里的。可以的。哎，老师这个有点恐怖了啊！但是后来做着，哎，觉得也挺有意思的。真的是因为千惠的出现，也许可能因为他的性格，也许他因为他的年龄，也许因为他很积极的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我是越来越柔软，让我的后半生吧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好舒服啊！哎呦，你得爬点楼梯啊，给你一个心理准备。山里边，倒是很舒服，慢慢爬，不着急。哎呦，来了 ，Hello， 嘿嘿嘿嘿嗨，见你一面容易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刘欢老师。好久不见。哎，刘欢老师是我们婚礼的司仪，就是主持人。今天是我们纳日松先生、三宝和万千惠小姐的婚礼。下面，然后因为我和三宝老师今年是我们相爱的第10年，就很想和刘欢老师在一起聊天。哇，我觉得太有纪念意义了。花儿是让我特别喜欢的一点，这个可该怎么说怎么说。从最初出道到现在为止，什么八卦什么都没有啊，特别好。他们俩是多少年了？我看了网上之前有介绍，认识了9天就求婚了。啊，对啊，当时是这样啊。一见钟情。没错。没错。马上我们10周年了。哦啊，就今年10年了10年了耶。速度太然后快了。这就是6月初嘛。在那之前声称过无数次，说不再结婚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是。三宝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3年多以前有一次在我家，你一直在谈到说，我这辈子我是不会再结婚了。千惠有很多地方让我非常惊讶啊，尤其是她的一些优秀的那种品格的东西是很难有人发现的。我觉得我是特别幸运，能发现她身上那种优质的东西。我说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我遇到了。三宝食言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是他遇到了。这就是生活，就是命运，就是爱，爱可以冲破一切。这叫双向奔赴，然后叫什么？双向痴迷。咱俩这个状态这么长时间，俩孩子那么好，也是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多好啊！太好了。现在那个带货还整着呢，他整着呢，挺辛苦这个。哦，好累的。他有时候忙起来，真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吃不起来。而且那个好家伙，那人就在这3个多梆梆梆梆梆梆梆，他何止3个多小时？我都是12个小时起。他12个小时。嗨，我当时想要做直播，最开始其实就是真的是因为他的很多做法让我特别感动。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也是强调过很多次，说我早就不干活了，但等到孩儿一出生，立刻就接活。他说：“哎，那怎么办？我得挣奶粉钱。”然后呢，结婚之后他还背着我自己去
看了好多处房子，然后想还是要买一套，也没跟我说。后来好像发现还是不够，也没买啊。然后就知道他就开始接了很多舞剧。你想看那一年写了3个舞剧，谱子这么厚一摞。那天写完了一个戏一个舞剧嘛，我把所有的总谱整个整理下一摞，咔这么厚，往那一放，哎呦，终于写完了，然后把那个剧本一张。不是。我心里很不平衡，你知道吗？这剧本也太……你就说你拿个7、8片纸就把我给骗成这样？对呀，舞剧很辛苦很累的，因为音乐不能断，对，整场满哭。我的个天！然后你还得想各种变化在里面。我太了解他的音乐，他想要的表达，就是如果他是为了挣钱而去做这件事情，就对于三宝老师那样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会很痛苦的。行了，这以后有 AI 了，我就代替不了。我听的和声走向、旋律走向，甚至它有自己的结构什么，这些都可以。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没有任何一首作品让我有惊喜。对，太难了。那管弦乐作品，那个需要的那个，我操，那个太复杂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哎，有一个东西它有可能很快就掌握。三宝老师就是每一次聊到音乐方面的那个样子，真的是让我很爱。我不能影响三宝老师，这是我最终极的目标。所以当我能挣钱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说我老公，不要再去做了，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。而且我工作也是很快乐的，说的特别直白，工作能让我挣钱，然后能让三宝老师不为了干活而去用他的天赋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是小孙是吧？是。哎，你好。那个我看了你给我发的那2套房源，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，因为之前像这种平层啊，像这种我都没有太了解过。可以。好吧。那我也来这边先等您。行，那我们就1点见，拜拜。其实我想买房这个心情是一直有的，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们租的一个房子。我和三宝老师确实一直没有房产，他在他之前的婚姻里面是买过房子的，而且不止1套，他全部留给他之前的那个家庭了，就是包括所有的存款，然后车和房子。但是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丈夫，也是一个好爸爸，曾经是，现在也是，很有责任感。走了啊。你知道在哪儿吧，老公？知道。2分钟距离我们1公里。哪才1公里？我们一家6口，然后再加上三宝老师之前的女儿放暑假的时候过来啊，能也有房间给他们去住，所以我们至少可能得要4到5个房间。三宝老师，你好，我是小孙啊。哎，你好，小孙。这三宝老师，这有父母。叔叔阿姨，那咱先了解项目。好。我们这边全都是精装修交付，我们装标大概每平米在3万到3万5。价格区间就3万到3万5。是装修标准。装修标准。然后我们这边3个套房，3室4卫。哦，3室有点不太够。我们家的需求是要4室以上。谢谢了，我们就不看了。好嘞，拜拜。哎呀，太贵了，这个价格在这儿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买一个别墅了。太吓人了。1线大城市北上广深房子的价格实在是离谱，真的是离谱。看完这个房子，让我有一种失落感。怎么讲？感觉还要努力很久。哎呀，慢慢来吧，先租挺好。你租，反正你没有那么多的负担。中国人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，好像还得是自己买一套房子，这样子才踏实。我就有这个感觉。我就没有这个感觉，我无所谓。我觉得我们这种游牧民族，逮哪儿睡到哪儿，就无所谓。我们还觉得租房子还自由呢。今年我喜欢住这儿住2年，明年我喜欢住那儿再住2年。
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非买房子呢？我就不懂啊，就是这个买房子是可以传给后代吗？你看，这就是真正有几个孩子是最后来又住在他父母那个房子里边的。也是。对呀，其实我真觉得租房子挺好。租房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很没有安全感。而且我以前陪孩子看了一个电影，小主人公爸爸妈妈带他搬家，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家，然后他离开了原来的朋友，然后这个孩子就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就是那一刻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。我想我一定要在他们还小，还没有好朋友，还没有割舍不掉的邻居，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，尽可能的减少对孩子们的影响。处处是房产，何处是我家？而且我说我刚创业那个时候，流量也好，经济大环境也好，我当时就想5年之内能够买下房子。那其实现在已经第5年了，我现在是不 OK 的。从这儿到我公司上班，一天来回要花4个小时。那还去看啥呀？太远了，太远了。这个住下去不是1天2天啊。路段施工街道，请靠左半行。我怎么觉得这已经到城乡结合部了？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小对，好久没见了。这个就是我给您发笔记的那套。那这个算是几个卧室的呢？其实5、6个都没问题。这个划分的就特别明显，粉色的公主房，蓝色的是王子房，这边是加了一个长辈房间。哎，这里的采光也不错啊。如果三萌老师在家需要一个工作室的话，这个可以。哦，真是还不错，又被关到地下室写东西。这边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活动空间了。那空间真的还不错的，很宽敞，而且价格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是的，真挺好的。这房子好是好，唯一的就是太远了。上班的时间成本太高，太高了，太远了。它这确实就是有点偏。说实话，挺满意的。这个功能性是够的，从价格来说，确实是我之前看到的这个同类型房子的1/3的价格，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，其实是很心动。那套真的还挺好的啊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现在就是觉得那套好。但就那个地方，反正你的上班的时间成本是大大增加。对啊，除了远，别的优点还是不少。哎，选一套心仪的房子好难哦，各个方面都要考虑。哎呀，这东西不能急，这种事情哪儿又不是买白菜买黄瓜。对。但是这套房子明年到期，明年呢我们要不买就还得租。我的态度就是先租着不着急，我觉得不值。我觉得不值，我觉得这挣的钱全花房子上了。对啊，租不着急吧，再看看，再看看，再用1年的时间，咱们琢磨琢磨，再去学吧学吧。放松放松放松，他总是跟我说，他一定要给他家里人最好的。我指的这最好的是包括方方面面啊，对生活条件也好啊，教育条件也好啊等等，他总是这样的。他这个心结，你觉得怎么去？我理解呀，当然理解啊，就是想让他别压力那么大。那咱就租着房子也没什么不好嘛。就是还是尽量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可不得着急嘛！一想想，咱现在是这样，咱不着急，就是还是说的，咱就租房子的事情呢，买房子不是1天2天，不像买个车，他一买至少买车也得掂量掂量，不能是跟买个白菜似的。所以说，现在不是买房的时候。他这个小孩对我们很孝顺的，这个房子的价钱对他来讲还是有点压力。而且呢，他搞了一个跟他自己专业不太相近的一个事业，你也知道他在这里面付出了太多，心疼。
不要去要求自己完美，没有完美的人。松弛一点，放松一点生活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去买到我们心目中想要的那个房子。他们说租吧租吧，接着租吧，挺好的。但其实我还是想要买，我还是想要尽快的买一个。尽快大概是多久？3年之内吧。3年之内。你舍不得三宝为了钱干活，这个你是怎么想的？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跟他聊，我说你在我心里就是神，他不高兴，他说我讨厌这样子的形容，但是在我心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包括他写的东西，看他写作的那个状态，我真的都觉得像这样子的才能真的是上天赋予的。然后他也跟我讲过，他以前的婚姻的时候，很努力的挣钱，于是写歌，他说我一天都能写5首，但是他不开心，就你可能得站在那个艺术家的角度去想他的那个感想，就这种小的歌，他觉得是留不下来的，他就觉得那就是挣钱，然后所以上一段婚姻他还是去努力挣钱。哇，他很有钱的，他从16岁就开始独立了，经济独立了，他20出头21岁就是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大地音乐总监，对，他那个时候就是很拼命的在努力工作挣钱，养育他的2个女儿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。他原来努力挣钱，那现在不努力挣钱，你会不会不平衡？我完全不会不平衡。是吧？那你这样很累呀。的原因是，他也在为这个家付出。小米，咱们准备走了，等上了课回来再玩好不好？他在家陪伴孩子上钢琴课，真乖，米子蛋。陪伴孩子写作业，去学校开家长会。田老师，我们准备去直播了。好的。陪孩子练琴。安排所有孩子的时间表，和所有的老师有联系。如果在晚上能够走进千惠的直播间，按理来说这应该都是妈妈做的，而且她给了我想要的所有的情绪价值。专业擀饺皮儿，好厉害的呢！谈恋爱的时候，她一直在给我做饭、切菜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她的心脏做过很大的手术。他就必须吃一种抗凝血的药，然后他助理有一天到家里看到他在那里切苦瓜，就特别的紧张，我才知道他的手是不能破的。然后还有我生完孩子以后，他当时就说你只需要负责产奶，其他任何的事情都交给我。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琴谱子全都搬到了卧室，人工过山车，就说那我陪着你。一边写一边陪你和孩子，爸爸看书呢。他是真的做到了，我只产奶，其他的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做的。然后甚至三宝老师那么一个不太喜欢仪式感的人，没想到他一个人给我策划了一场30岁生日 party。哦，那个是真的没有想到，三宝老师给了我幻想的美好家庭和对于称职丈夫的一切的幻想，都完全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给到我了。我心疼他，不想让他用他的才能去挣钱，想让他只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努力创业的原因，就是我爱的这些人开心，我就开心。